今日又同大家科普。之前介紹咗 double slit experiment， 今日就用 double slit experiment， 再介紹量子物理奇怪現象。歷史係可以修改，未來亦可以預測。時間只係一個幻象，亦係同神秘嘅量子糾纏有關。上次介紹 double slit experiment， 如果開咗 detector 觀察電子或光子飛過其中一條結縫，就會顯示粒子結果。如果冇開 detector， 就會顯示干涉圖結果。波粒異象講法可以計算現象，但係點解會一時波一時粒？至今最多科學家接受嘅解釋就係哥本哈根詮釋 （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其實波粒異象嘅波唔等同經典物理嘅波，而係粒子出現喺唔同位置嘅機率，稱為波函數 （probability wave function）。一旦被觀測，波函數就會 collapse， 粒子有機會出現嘅位置就會立時收窄為一點。所謂觀測 double slit experiment 嘅 screen 就係 detect 飛過結縫，亦係向 screen 發射一粒電子，就會以波函數狀態向前飛。當到達 screen， 波函數就會 collapse 為一點，出現喺 screen。如果向 double slit 發射一粒電子，亦係會以波函數狀態向前飛，經過雙結縫，以波函數狀態穿透兩條結縫繼續向前。如果用咗 detector 想睇下電子經過邊條結縫，波函數就會 collapse， 嗰粒電子可能穿過左結縫，或者穿過右結縫，或者撞牆過唔到。呢個裝置叫 delay choice quantum eraser， 係喺 double slit experiment 加一個 delay detector， 延遲 detect 光子穿過邊條結縫。呢部分就係原本實驗設備。呢部分就係 photon path detector。呢個裝置其中一個關鍵就係呢個 systole， 可以產生出兩個同步嘅光子，經過雙結縫後，就馬上產出相同嘅光子，就分別由原本實驗設備測試，以及由 photon path detector 測試。另一個關鍵就係 beam splitter， 一半機會反射，一半機會直接穿過。原本實驗設備 detector 0仍然係顯示干涉圖或者粒子圖。呢個 photon path detector 一半機會唔 detect， 一半機會會 detect， 但係要當光子抵達 detector 先能決定。假如光子係紅線軌跡，即係 beam splitter 一半機率反射 ，detector 4就會感測到。假如光子係藍線軌跡 ，beam splitter 一半機率反射 ，detector 3就會感測到。如果光子係紅線軌跡，一半機率直接穿過 beam splitter， 經過鏡反射，再經 beam splitter 一半機率反射，一半機率穿過，即係一半機會 detector 1感測到，一半機會 detector 2感測到。如果光子係藍線軌跡，一半機率直接穿過 beam splitter， 經過鏡反射，再經 beam splitter 一半機率反射，一半機率穿過，亦同樣係一半機會 detector 1感測到，一半機會 detector 2感測到，即係冇分辨光子路徑係紅定係藍，亦即係唔 detect。呢個裝置仲有一個關鍵，呢個 photon path detector 會同原本嘅實驗設備離好遠。實驗重複進行，可歸納為3個情況。Experiment 1，原本實驗設備發射一粒光子，喺 T0 時間 ，detector 0顯示粒子圖。之後喺 T1 時間 ，detector 3顯示感測到光子，即係光子以藍色軌跡飛行。Experiment 2，原本實驗設備發射一粒光子，喺 T0 時間 ，detector 0顯示粒子圖。之後喺 T1 時間 ，detector 4顯示感測到光子，即係光子以紅色軌跡飛行。最後 Experiment 3，原本實驗設備發射一粒光子，喺 T0 時間 ，detector 0顯示干涉圖。之後喺 T1 時間 ，detector 1或者 detector 2顯示感測到光子，即係冇 detect 飛行路徑。我哋詳細逐步睇下發生咩事。光子經過雙結縫後，分出另一粒相同光子飛去 photon path detector， 但因為 photon path detector 好遠，一粒光子喺 T0 已經飛到 detector 0，另一粒相同光子仲未飛到 photon path detector。
因為未飛到，所以亦唔知會唔會 detect。咁究竟喺 T0 detector 0會出現干涉圖定係粒子圖？直至到時間 T1 detector 3感測到光子，即係 detect 到藍色軌跡。經量子糾纏關係 detector 0就會喺時間 T0 顯示粒子圖。如果係 detector 4感測到光子，即係 detect 到紅色軌跡。經量子糾纏關係 detector 0亦會喺時間 T0 顯示粒子圖。但如果係 detector 1或 detector 2感測到光子，即係冇 detect 光子軌跡，咁 detector 0就會喺時間 T0 顯示干涉圖。呢個現象可以有兩個說法：一、量子糾纏喺時間 T1 可以改寫 T0 歷史，或者可以話，量子糾纏喺時間 T0 已經知道或者確定未來 T1 點運行。其實時間只係一個錯覺，只係愛因斯坦 spacetime 嘅其中一個維度。量子糾纏嘅影響可以橫跨 spacetime 全部4個維度，令科學家更加不解，亦在增加量子糾纏嘅神秘。影片就到呢度，如有意見，歡迎留言。請大家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仲要 comment、like 同 share。多謝大家收睇，下條影片再見，拜拜。